在中国空军飞行员当中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奖项，叫金头盔奖。今天我们请来的就是这当中的一位佼佼者，有请。姚凯，2017年空军新晋金头盔飞行员。我要用我自己的战鹰来丈量祖国每一寸土地。在高3的时候，我参加飞行员的招考，但是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为身体检查太严格了。各式各样空招飞体检淘汰奇葩理由，就比如说有自己不会走鸭子步的，这样走吗？您在那个金头盔比赛当中特别淡定，真的是飞行员状态会不同吗？3战金头盔，他都经历了什么？王牌飞行员100多名，我是唯一一个打出2个64比0的选手，但是失败了就是失败。我说旅长，我欠你一个金头盔，我明年还你。作为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我爬起来的次数永远要比跌倒次数多1次。开讲了，拥抱新征程。本期演讲者姚凯。迎高考，祝未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银鼎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可能是人生当中要面临的一次重大的转折。回想起我在高3的时候，有一次非常好的机会，男生都非常向往的招飞行员。当时我一看，哎呀，各项条件都不错，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但是就在最后关键时刻到来的时候，我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告诉我不招文科生。后来我一看就我们学校那些理科男生，果然大批的理科男生踊跃报名，没有一个通过的，因为身体检查太严格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寥寥无几，最后能够脱颖而出的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一直对于飞行员这个行业充满了羡慕。今天我们请来的就是这当中的一位佼佼者。如何说他是佼佼者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中国空军飞行员当中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奖项，也可以说可能是中国歼击机飞行员的最高奖项，叫金头盔奖。这个奖项难就难在每年只有1次，而每次只有胜出的最后那一支队伍能够拿到这样的荣誉。我们今天的这位开讲嘉宾，他将带着中国空军歼击机飞行员的最高荣誉站在我们的讲台上。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开讲嘉宾，空军1级飞行员，2017年新晋金头盔飞行员姚凯，有请。老师，你好，你好，你好。谢谢大家，请坐。本来以为你会带着那个金头盔从里面，因为我们从2017年开始，金头盔只是作为一个飞行员的最高荣誉，头盔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就不发那个头盔了。对，哎，但我听说以前是有的呀，就是这个。对，所以在你2017年拿到金头盔以前，这个奖品都还是有的。谁如果拿到金头盔，就发他一个。对。但是当你经过了多年努力，终于在2017年拿到金头盔之后，不发了，没了，不发了。但其实对于你们来讲，最后真正要的不是一个头盔。最后你们其实拼尽全力想要拿到的是金头盔这3个字的称号，因为只有这3个字才代表你们在空军歼击机飞行员中的顶尖地位。对。所以今天一个年轻的
但却是顶级的歼击机飞行员站在这里，要和我们分享的会是怎样惊心动魄但又是精彩的人生故事呢？在姚凯开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央视网将进行图文直播，而所有的网友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平台来给我们的开讲提出你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掌声有请姚凯为我们开讲。大家好，我是空军战斗机飞行员姚凯，很荣幸今天来到开讲了这个栏目，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个人成长和经历。现在看在座的观众有好多年轻人，90后、00后的。10年前和大家一样，我也曾经年轻过。今天以我自身的亲身体会跟大家一块儿分享一下，讲的不好的地方，请大家能够理解。前段时间大家也一直在关注一个热门的新闻，就是刚才我们跟撒贝宁老师说的金头盔的比赛，它其实是叫对抗空战考核任务。我是2014年主动申请参加，通过单位内部的层层选拔之后，达到了参加比赛的标准。但是由于自己经验的不足，自己技战术水平还存在着一些短板，第一次与金头盔失之交臂。2016年，我整装待发，重新起航，潜下心来研究每一个对手，深挖装备的极限性能。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又奔赴赛场。2016年的金头盔争夺战给我的人生留下了非常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笔不是光彩，而是一个灰暗的一笔。我们小组赛打得非常的顺利，我2场比赛都是以64-0的成绩战胜对手。这个64-0是个什么意思呢？一次空战满分是64分，我2次空战全都是满分的情况下击落对手，没有被对手击落一次。在这种情况下，我进入到了淘汰赛。淘汰赛我们遇到了空军的另外一支王牌部队。由于自己小组赛的太顺利，由于自己成绩的太突出，另一方面也自己太过于自负，导致我在这场比赛中判断上出现了失误。我与对手打成了32-32平局。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了我们第2组选手，又是打成了32-32。最后一局决定胜负的比赛，我们很遗憾，上去之后以1枪之差败下阵来。失败了就是失败。回到单位之后，我们所有的参加比赛的飞行员坐在一起总结反思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失败原因的时候，我跟我们旅长说了一句话，我说旅长，我欠你一个金头盔，我明年还你。为什么说欠旅长一个金头盔呢？因为我小组赛2个64-0，空军参赛的王牌飞行员有100多名，能打出一个64-0的，那是凤毛麟角。我是空军唯一一个打出2个64-0的选手。大家都跟我开玩笑的说，你只要进决赛，躺着都是金头盔。但是我没有进入到决赛，第2次与金头盔失之交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认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还有意思吗？放弃吧，你没有这个能力。但是2017年我又整装待发，重新出航。2017年的赛场比2016年的赛场比赛难度更加困难，因为所有的装备都在升级，所有的对手都在提高。这种情况下，
你在很难从100多名王牌飞行员中脱颖而出。小组赛很顺利，打到淘汰赛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又出现了。可能大家都不相信，我们淘汰赛遇到的对手就是2016年淘汰我们的同样一支对手。今年的出场顺序我有了改变，我变成了第3个出场。在我出场之前，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第1场失利，第2场的比赛已经结束，但是成绩还没有出来。最好的结果是他们比赛赢了，我们比赛再赢了，我们团队进入总决赛。如果我们这一场输了，我们同样败给同一个对手，我们还得卷铺盖卷回家。我很庆幸我有一个好僚机，我们2个通过默契的配合，采取了一些激进的打法。在第2次进入的时候，僚机已经被对手锁定，到了不可逃逸的距离，就是对手发射1枚导弹，他做任何机动动作都已经摆脱不了的情况下，我们俩一致意见是让他回转。他在10秒钟的时间内完成回转、对象、操纵雷达、截获、发射武器，一气呵成，与对手互为命中，瞬间把劣势变成军事。什么叫互为命中？就是2个人发射导弹都把对手击落的情况下。这也体现出来了他作为一个年轻的飞行员，作为一个年轻的同志，果敢、泼辣、大无畏的精神，这也是我们年轻人所应该具备的。空战停止的时候，我在座舱里面已经压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我对我的僚机大声吼了一声，说：“我们赢了！我们赢了！”我就这样说的。他第一遍没有听清我在说什么，我说：“兄弟，我们赢了，我们完成了我们的任务。”事实评估的结果跟我们预期的是一样的，最后我们以团体第1的成绩夺得了空军最高荣誉的天鹰杯，我个人以8战全胜的战绩获得了金头盔。回顾我的3次争夺金头盔的历程，1败金头盔，2败金头盔，到3夺金头盔，这个过程中的曲折，这个过程中克服的困难，大家可能想象不到。但是在这里我说这个故事，只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在一个人成长的道路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很多的困难，甚至你被困难打倒过1次、2次、3次，甚至更多。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作为一个飞行员，作为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我爬起来的次数永远要比跌倒次数多1次。我是2004年8月1日进入空军航空大学，到2007年的6月份进入大4的时候，我们正式进入到高教机学习阶段。高教机学习为期1年，但是不要小看这1年的时间，1年的时间，飞行小时是在150个小时左右，然后完成的科目，将近20个科目。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你完成一个独自驾驶着飞机飞向蓝天。我记得很清楚，2007年11月份，当我还是在进行特技架次带飞的阶段，我遇到了人生的第1次挫折。当时我1次、2次的做一套动作，做完之后跟教员预期达到的效果相差甚远，我自己也非常的懊恼。这时候教员也失去了耐心，
可能语气上，加重了一些。我下来之后，落地之后，我也非常的自责，拎着头盔回到宿舍，一个人坐在窗前，想了很久。我于是鼓足了勇气，我去教员房间，我说：“教员，我选择放弃，我感觉我的能力达不到一个飞行员应该具备的能力。”这时候，教员笑了，跟我说一句说：“怎么了？遇到这么一点挫折，就说你2句，你就要选择放弃？”就这样一种情况，我跟教员沟通，交流了好长时间，我就把前期的学习方法进行了改变，教员也同时把他的教学方法进行了改变，用了7个月的时间，到2008年6月份毕业，我从下团时候的第29名，一跃成为全团第1名毕业。时间很快，到了毕业季，我面临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怀着去飞祖国最先进的飞机，去祖国最好的部队的梦想，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不小的打击。命令下来之后，一看，姚凯去吉林省某一个航空兵部队飞歼七 B。歼七 B 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在08年的时候，它已经属于空军即将淘汰的一款老旧飞机。从吉林毕业之后，我又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牡丹江市一个航空兵部队，飞行歼七 H。因为歼七 H 跟歼七 B 相比，它只是增加了一些武器系统的设备，飞机的其他性能都没有任何的改变。当看到这个调令的时候，我又再一次感觉到我的梦想又跟我差得太远，因为我坚持，我说1年之后我要飞最好的飞机，去祖国最好的部队，但是这一步我本认为可以迈出一大步，没想到就是走了一小步，甚至是原地踏步。这个过程中，我又重新调整心态，继续努力。很快1年的时间过去了，我遇到了人生的第2次选择。调令上面写的是3种部队，3个机型。我当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空一师1团歼11B 飞机。可能大家要问我为什么要选择1师1团？1师在我们空军的历史上有着光荣的历史，它是我们空军第1支组建的航空兵部队，它是第1支参加抗美援朝的航空兵部队，同时它也是第1支在抗美援朝上击落敌机的航空兵部队。为什么要选择歼11B 飞机？歼11B 飞机在当时是我们空军列装的主力战机，而且它在外国其他的3代机之间相比，比如 F-15、F-16、F-18，甚至是幻影2000，都是属于佼佼者。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了1师，选择了1团，选择了11B。怀揣着忐忑的心情，我来到了1师1团，从此从一名飞行员转变成一名战斗员。但是这个战斗员的转变需要你付出很多的努力，因为它跟航校还有训练基地，它的训练方式都有很大的变化。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起飞着陆能见度是在5公里左右，在训练基地飞行的时候，起飞着陆能见度是在3公里左右。但是来到部队，起飞着陆的能见度一下子降到了800米，云底高80米。可能大家对这个800米、80米，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我举一个小的例子，咱们大家都知道，华北地区
冬季的时候，经常会出现大雾天气。可能能见度100米的时候，大家还可以正常的出行，甚至有些人可以开车出行。但是到能见度到10米、5米的时候，大家还会选择出行吗？还能开车吗？这样，我们的飞机起降在800米、云底高80米的情况下，正常起降就相当于我们开车的时候是在能见度10米、5米的情况下进行。这样的节奏非常快，时间也过得非常快。到了2013年的时候，我已经开始陆续的执行任务。前段时间大家也一直在关注一个热门的新闻，那就是我们空军的飞机苏35、轰6K 双向绕岛飞行，持续的热度非常的强烈。我又想起了我在东海防空识别区执行任务的一个场景。当时我驾驶着战机在东海防空识别区执行应对任务的时候，对面的敌机与我最近的距离已经进入最佳发射距离，而我再往前走就是进入对手的不可逃逸区。对手此时发射导弹，我没有摆脱的余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选择退让，因为我知道我肩上的责任，因为我知道我守护的是祖国的蓝天。就这样，整个任务过程中，我与敌方对等存在，直到对方退出我们防空识别区，我顺利地完成了这次任务。现在也有很多人在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就说姚凯，你1战、2战、3战终于拿到金头盔了，你是不是没有其他的人生目标了呢？那肯定是否定的。我也想到了在南海执行任务的时候，当我驾驶战鹰在高空上看到祖国南海的水是那么的蓝，看到了南沙群岛的岛礁是那么漂亮的时候，我又一次给自己确定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我要用我自己的战鹰来丈量祖国每一寸土地，同时我让大家相信祖国的天空有我们会更加蔚蓝。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谢谢各位，请坐。这也是我在开讲了讲台上听到的非常特别的一次开讲。其实我知道，对于你来讲，让你做一次开讲，难度不亚于一次空战的压力。说实话，真的压力太大了。我打空战的比赛都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上咱们栏目，我是昨天晚上就没睡好，没睡好。尽管今天我知道你非常的压力大做演讲，但是整个演讲的过程出乎我们的意料，就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一个空军飞行员的风采。而且整个演讲从头到尾，姚凯站在靶心上，就这个圆台子的正中间。现在您可以放松一点，没关系。现在，对。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银鼎教育全民小纸条互动环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通过刚才的网络直播，观众在网上提出了哪些问题。来看第一个提问，来自乐乐：为什么飞行员上天都得裹得那么严，既要头盔、手套，还得靴子、秋衣？不会影响在天上放飞自我的状态吗？这些穿戴有什么讲究吗？你们真的就是执行飞行任务的时候是要穿秋衣秋裤的？我不知道这位观众是从哪里得到这个，肯定
根据季节变化嘛。防护服什么的，头盔、氧气面罩，这个是必须要有。手套，还有靴子、飞行靴，这都是必须要戴的。啊，头盔是保护你的头，同时它也有无线电，耳机里面收听无线电。跟那个塔台有。氧气面罩是你在高度4000米以上必须使用纯氧，这样。飞行手套和靴子，手套也是保护你手的。第二个，靴子主要是防止你在跳伞的时候保护你脚踝。脚踝，对。但从这张照片看，秋衣确实有，确实有。这旁边就是你的僚机吗？这是我的僚机。太帅了！僚机应该年龄也不大，87年的。所以刚才你讲的这个故事当中，就是你们2个人全力合作，在最后关键时刻逆转局势。对。把你黑板借我一下。你既然说到这儿，刚才有一个细节我也一直没听明白，就是最后您拿到金头盔的这一次，你说有一个非常紧要的关头，你的僚机被对手咬住了尾巴，当时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能给我们大概在这上面画一下，我们就能。这个是，比如说是对手的一架飞机，我当时的状态是这种情况，我还没有回转，我本来是要这样回转过来，我的僚机现在它正在准备机动走，机动走，这时候他已经发现这2架飞机的距离太近了。已经到了他的不可逃逸区，如果他再走，我还没有回来，态势上马上就出现被动了。只有他硬着头皮回来，跟他来一个互为命中。你打中我，我打中你。2架飞机都被击落了。我这时候迅速的调转机头回来。他也是2架飞机。他这架飞机还没有对象呢。就抓住这个机会。所以等于是他用他自己的牺牲为你争取时间。你可以咬住他的另外一架飞机。说白了，如果是正儿八经的实战的状态，如果是实战的话，他就牺牲了，他就被击落了。但是换回来我们态势上的主动，战局上的扭转，我把他击落了，我们任务完成了。但是他就那种大无畏的精神就在这里。除了网上的观众的这个问题，我在现场也找了几位观众提的问题，可能很多也都是因为对你们这个职业太好奇了，也不知道从哪儿听说的一些事情。姚忠孝您好，在媒体上报道说，其他飞行员如果在飞行过程中遇到了拥有金头盔荣誉的飞行员的时候，都要敬礼，是真的吗？这个没有吧？这个肯定是没有的。他是不是可能理解错了？就不是在飞行过程中，可能是在平时。如果见到的话，如果你是比如说金头盔飞行员，其他飞行员是要敬礼，没有吗？夺了金头盔之后，跟你正常生活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改变，只是说你得到了认可。更何况这位观众说的是在飞行的时候，飞行的，你根本就飞行的时候，我们敬礼是怎么敬礼的？我们飞机放减速板，减速板一张开，就是显示说敬礼。比如说我们在地面滑行的时候，滑过观众席或者滑过塔台的时候，检阅的时候，减速板一放出来，表示敬礼。我知道您还参加过93阅兵，所以在飞越天安门的时候，能看见下面的那个检阅的那个场景什么的。93阅兵，我总共3加上合练，我们通过不止一次天安门，但是说实话，我在天上没看到一眼天安门长什么样。是因为你们那会儿不让看，还是？不是不让看，因为93阅兵它那个标准要求很高，我们的长机在我们的左前30到40度的方位，天安门在我们的右侧。从我们进入基准线之后，距离有30-40公里，能见度好的话，30-40公里都能看见天安门长什么样的。但是说实话，我一眼都没看过。我到现在为止，就因为你始终要跟长机保持一个对，因为它那个距离标准距离，我们当时距离是20×20的，间隔20米，距离20米。我们想一想，当时的速度是在时速600公里左右每小时的情况下，飞到米秒不差，这就要求我们就一点误差都不许有。对，就是在时速600公里的速度下，2个飞机感觉是要在静止状态，感觉是停在地面上，就不能中间的这个间距不能有发生变化，否则在地面上是能看见的。对，稍有的误差大家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
飞了那么多次，包括训练，但一眼天安门都没。没有，真没有。好，接下来时间交给我们6位青年代表。萨老师好，姚队长好，我是一名应届毕业生，然后我当时在高中的时候也特别向往成为一名飞行员。当时呢，我跟萨老师也一样，觉得自己身体条件不错，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我当时是一名理科生，所以我就非常有幸去参加了空招飞的体检。但是真的太难了，我第2轮就被刷下来了。不错，坚持了1轮。当时把我淘汰的原因，我到现在也不是特别清楚，就因为我有划痕症。划痕症就是当时我躺在床上，医生拿竹签子在我的肚子上划了3道。有这么项目？对，然后看我的皮肤有反应，他让我在外边等了一会儿，我就看着自己的肚子，我的皮肤慢慢的开始红肿起来，最后变成了3条像刀疤一样的东西。就是皮肤特别敏感。对，大家可以试一下，现在自己可以试一下，在胳膊上或者大腿上，你拿指甲轻轻划一下。好，现在不动，我们再过5分钟，有划痕的自己站起来出去啊。然后我就在网上发了帖子，就说我为什么被淘汰了。然后底下就有很多的回复，就是各式各样空招飞体检的时候被淘汰奇葩理由。就比如说有自己不会走鸭子步的，就是抱着头蹲着在地上走。这样走吗？对，走路。我特别觉得这样很危险，因为人家以为我要逃跑。这个项目是看你的身体协调性。哦，为什么说招飞体检那么严格？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现在一架战机价值都很昂贵，而且空军要培养一名飞行员，付出的努力、付出的财力是大家不可想象的。可以现在这样说，空军培养我到现在这样一个成熟飞行员，所花费的那个财力、物力，远比我身体1比1黄金还要多很多，就到这种程度。所以你不允许你身体存在着一些风险性的问题。你一个人驾驶着飞机飞上天空，万一你出现一些其他的身体上问题，影响到飞行，这样损失会更大。不光是损失一架飞机，损失一个人，还有地面的其他的附带损伤。所以这些都有理由，都是有原因的。所以你可以回复这些网友，让他们能够内心得到平静。好，我一定把今天的结果给他们带到了。下一位，杨凯你好，小蔡老师好，大家好。5月14号，这个川航航班的这个事件，玻璃破损脱落，已经在我的朋友圈刷爆了。你们也讨论这个事儿吧？对，川航的这个事件，确实有很多人说它相当于是民用航空史上的一次壮举。对，就在此以前，对类似成功的先例并不多。川航那架飞机能够这样安全顺利的着陆，这个我们当时作为一线部队的飞行员来说，这是属于一个航空史上的奇迹。它能安全顺利的把飞机迫降在双流机场，这已经体现出来一个飞行人员他所具备的素质。一个是技术基础要扎实，第二个心理素质要好。如果当时慌了的情况下，他和他的副驾驶，不可能这么圆满的完成任务。200多名老百姓生命在上面，他们责任在上面。这同样也是我们战斗机飞行员，我们经常会面临到生与死的考验的时候。是的，都是这样。刚才听完杨凯机长的这个讲述呢，我也有很大的共鸣，因为我也是一名飞行员。哦，你是飞什么机型？我是飞这个水陆两用飞机。哇！同时，我也是中国首位取得水上执照的女飞行员。水上执照你没有吧？这个真没有。所以它这个不是简单的飞行执照，对，一般会用在主要是旅游观光，但是有的时候救灾抢险也可以的，对对对。像有一些它可能没有着陆地点的，对对对，没有机场，但是它旁边如果有水面，对对，有水域，对，有水域、湖泊、海洋都可以。对。我也是分享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当我在商照在空域训练的时候，我也遭遇过一次很危险的特情，
当时我离机场有20海里的位置，在做空域动作训练。看到天气呢已经开始有变化，当时塔台也通知我让我返场。当我飞到10海里的位置的时候，雨就已经开始下大了，风也很大，那时候气流非常的乱，然后飞机也很难控制。当时一个闪电在我眼前，就出现在我的眼前的时候，我整个人我感觉都是懵掉的，就特别的害怕。但是我的下意识提醒我是在操纵飞机，我要安全的返回机场。当时我下飞机的时候，我的腿都是软的，确实很害怕。所以真的是需要勇气。您在飞行的过程中碰到过的最危险的情况是什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幸运，没有遇到过特别大的特勤。说到这儿，我有一个小的故事，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2015年的时候，我们空军有一个歼10飞机，因为当时空中出现特勤，它是单发飞机，单发停车之后夜间，它3次改变航向，2次调转机头，它最后指挥员塔台已经下令让它跳伞，跳伞的时候，它还是没有选择跳伞，它最后把飞机对向了无人区，之后选择跳伞。当它跳伞的时候，高度真实的高度只有500多米，500多米就是降落伞刚能打开就马上就要接地，相当于说留给他自己的时间只有1到2秒。这就是所有我们现在歼击机飞行员所一种情怀，我们宁可牺牲自己，也不可能让老百姓受到一点伤害。川航这个事件过后，很多的新闻报道，但是最感动，就是最触动我的一句话，是机长的夫人后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其实我们希望所有在蓝天上翱翔的这些飞机，在这些飞行员当中，不要出现英雄。祝愿你们每一个飞行员、空乘人员，每一天你们的工作都能平安的回家。”小萨老师好，姚队好。首先向我们川航的机长致敬。因为我从新闻报道中也知道，他是一位我们空军的老兵。我是来自空军幼儿园的家长志愿者。这群孩子和其他地方幼儿园的孩子有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们的身上有很强的这个军人的素质和作风。有一次，我跟着这群娃娃兵们，去陪他们去录像。有一个孩子发着39度的高烧，咳嗽的不停，老师就说：“我让你回家休息，你怎么又来了呀？”那孩子说了一句话：“我脚下的这个点儿是我的位置，那如果我请假不来了，我旁边的小朋友，他们不知道应该往哪儿走，我要给他们指出他们的方向。”这完全是战斗机飞行员的状态啊！就当时那一瞬，我的眼泪是流下来的。等于相当于编队里如果少了一架飞机，其他的飞机就不好找位置了。对对，哇，这太厉害了！孩子们就是有这种军人的素质，他已经习惯了。因为空军幼儿园是在军营里，他们每天也是看到所有的这个空军的全体官兵，然后他们也会听到炮声，所以他们是耳濡目染。为这些孩子们加油！姚队，您有小孩吗？我有女儿，现在不到3岁。哎，马上要上幼儿园了。对。那您对女儿有什么期待？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在阅兵；我女儿生病的时候，我在训练。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去陪她。我也感到很亏欠她。但是我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歼击机飞行员来说，我希望她从小培养一种坚强的性格。但因为他现在还小，所以可能他对于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不一定能够完全的理解，甚至都不一定记得。但是再大一点，过了3岁以后，可能他对于父母的这种陪伴的需求就会不一样了。对。所以你有想过，万一那个时候你仍然还像现在这样，甚至可能比现在更忙，那个时候甚至你要带着整个团队继续往前走，那孩子对你的需要和部队对你的需要，你如何平衡？如果真正要在任务
跟家庭之间选择的话，我们肯定是舍小家，顾大家。所以我在想，其实，在整个空军的大的部队当中，像姚队长这样的情况有很多，就是家长可能真的只有舍小家顾大家，没有办法顾及到这些家人他们的太多的感受。但这个时候，你们其实是作为一个后盾。对。对。作为一个前辈，我想对咱们小朋友说一句：因为父母所从事的职业不能照顾你太多，从小就要锻炼自己的独立性，这样你才可以在以后独立生活的时候，能不被其他的外界因素所诱导。他们大部分长大了，真的都是要穿军装。就现在去问说你长大了想当什么？空军。也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带着从小身上就有的这种特殊的这份骄傲，作为军人子弟的这份骄傲，能够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能够活出他们的光彩，为这些孩子们加油。下一位，郭一飞。小萨老师好，姚队好，我自己来自是北航的一个我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不是所有参与那种科研攻关的人员都能获得，比如说像院士呀、长江学者这样的荣誉称号。那您觉得，在个人获得荣誉之后，应该在整个团队中充当一个怎样的一个角色？我现在是属于我们大队的大队长，下面有13名年轻的飞行员。我作为一个主官，我要起到一个表率作用。我从我自身先要做好，给他们树立一个正确的榜样。第二个，我要通过我的一些经验，把他们拖上前台，因为一个单位的长久的强盛，不可能是你一个人一直在这儿，你需要新鲜的血液注进来。现在就是需要这种后浪把前浪拍在沙滩上的勇气。更何况你们的职业，一旦要是面对战场和真正的战争，靠一个飞行员和一架或者是2架战机，就哪怕是再顶级的金头盔，也是没有办法去完成一个任务的。你一定最后靠的是一个部队，是一支战队。对，以后都是协同作战，对，都是联合作战，对，不可能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吴珊珊。我想请导演再放一下刚刚看到您和您的僚机的那位飞行员的那个合影，那个张照片让我感到太好奇了。因为大家看这2个飞行员，他们的状态差别很大，你们能看出来某种性格的差别吗？右边这个小伙子，他是属于那种好开心的状态，包括我看了您在那个金头盔比赛当中的这个录像的回放，你们2个人在镜头前的状态的确不一样。他要起飞之前，他就属于那种五官都快挤成花了，就是满脸写着“老子跟你拼了”那种。然后我看您的时候就特别淡定。就一回头，哎，敌方飞机来没来呀？就跟我开卡丁车差不多，您知道吧？所以真的是飞行员状态会不同吗？这可能是我跟他性格有一些差异，同时我也是，经历过的东西比他稍微多一些。他为什么说是我的僚机？这在空中升空作战的时候，我是要负责他的安全，同时我也要负责这个任务的圆满顺利的完成。我所承载的压力。为什么要有长机这个名词呢？长机它就是要承担的所有的责任在里面。如果我是一个上飞之前无所谓嘻嘻哈哈的，可能给我的僚机就会感觉这个任务是无所谓的。首先表率作用没做好，第二个你所承受的压力，你要自己要想办法克服。可能是我平时训练的时候，可能状态更轻松一些，但是在赛场上，我肯定要重视每一个对手。然后包括您的僚机，他其实在最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觉得我是可以把我的后背交给老姚的人。这是战友之间最大的信任。我们作为一个长僚机机组，我们之间必须要建立足够的信任。他是什么样的能力，他是什么样的特点，我们都很清楚。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你如果都做不到知己的情况下，你怎么去？你一个百战百胜的前提都没有。所以说这一方面，我们也要通过大量的磨合、配合，才能达到这种情况的默契。对，默契度。
最开始的时候，小撒老师说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啊，很多年轻人就面临人生重要的选择。其实的确是我上大学研究生毕业3年了嘛，这3年也面临了很多选择。但我发现你走开这个校园到社会之后，的确是不一样。因为有很多和你想象的不一样的事情，你会遇到不开心的，或者是挫折，或者是磕绊都好。但是慢慢的，我们好像开始变得，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会跳槽，我就跟他工作不开心，我就走了。但是我发现您的确不一样啊！您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儿，都是那种我就跟他死磕到底，我认准了我要去最好的部队，开最好的战斗机，您就去了。哪怕是金头盔这个比赛，14年可能失利了，16年失之交臂，没关系，我再来，这怎么可能做到呢？哪怕是金头盔这个比赛，14年可能失利了，16年失之交臂，没关系，我再来，这怎么可能做到呢？我说大家可能不相信，我在初中的时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知道，在高3的时候可以招收飞行员。我当时的梦想就是我要上高中，我要当飞行员。从到了体检到合格到入校，我要飞祖国最先进的飞机，去最好的部队。一直是这样一个梦想在激励着我，我也是一直奔着它去努力，所以才有足够的勇气去克服我面前的一个个困难，翻过一座座大山。为什么说让年轻的人一定要有梦想呢？不管是你父母支持的还是你自己喜欢的，但是要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要敢于向前拼的那个劲。哪怕是有一天你碰到了壁，碰到头破血流，但是你这个过程你走过了，可能对你的收获比你的成就要更大一些。过程给予你的财富，也许比你最后拿到那个成果还要更重要。对。最后一段话吧，也送给大家，然后也是自勉。这段话其实很近。2017年的时候，北大自主招生预审嘛，然后很多孩子报名，然后很多孩子被淘汰了。其实被淘汰了之后，北大招生办有向他们发一封信，那封信特别的暖心。他说：“这个世界有时看似分明，有竞争就会分出先后，有选择就意味着有人欢笑，有人流泪。愿你们把这一次挫折当成是考验，而非拒绝；当成是细雨，而非凛风。”谢谢。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其实刚才听姚队长说自己初中的时候，当得知高中可以招飞，他就埋下了这个愿望的种子，然后真的就顺利的上了高中，顺利的招飞，顺利的从所有的年轻人里面脱颖而出，成为你们那个县好像是唯一一个，对，当年唯一一个体检合格的。所有的一切看上去好像都印证了中国人最喜欢的4个字，叫心想事成。但其实这个世界上哪有什么心想事成，在你和心想事成之间永远隔着2个字儿：行动。所以我在想，姚队长能够成功，是因为他在这当中每一次他树立一个目标，他都用100%的行动去争取，哪怕1次达不到2次，2次达不到3次，他从未放弃。所以要问一个人成功，或者真正能够戴上金头盔，他的秘诀是什么？请记住，秘诀，姚凯在他的演讲中已经告诉你们了，那就是这样一句话：我爬起来重新战斗的次数，永远比我跌倒的次数要多1次。我作为一个飞行员，作为一个战斗机飞行员，我爬起来的次数永远要比跌倒次数多1次。我要用我自己的战鹰来丈量祖国每一寸土地。祖国的天空有我们会更加蔚蓝。